A10要服役到2030年了。这个爆炸性的新闻让全球军迷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。那只长相丑陋却战力爆表的疣猪又活了回来。原本美国空军那帮唯隐身论的精英派，恨不得今年就把162架 A10全部塞进亚利桑那州的飞机坟场。但在中东非对称作战环境的实战压力下，五角大楼不得不承认，没了它，地面部队真的没安全感。于是21日，美国空军部长梅因克宣布，这架飞了半个世纪的老将将继续在蓝天书写他的杀戮传奇。那么 A10究竟凭借什么性能和事实，让那帮隐身精英们闭嘴的呢？咱们得先明白一个扎心的事实，美军原本指望 F-35A 接替近距离空中支援的任务，但 F-35A 虽然先进，设计初衷却是踹门，是利用隐身性能，打完导弹就得赶紧溜。而 A10最核心的技术痛点，恰恰是 F-35无法企及的制空时间。A10能像幽灵一样在目标区上空盘旋几个小时，这种死神就在头顶盯着你的心理威慑，是地面部队最可靠的后盾。对于藏在战壕里的敌军来说，头顶上一架慢悠悠、随时准备俯冲的 A10，比看不见的隐身机更让人崩溃。而且咱们得算算经济账，用几亿美金的 F-35去打地面的皮卡车，那简直是用手术刀去劈柴。F-35的机炮载弹量仅为180余发，射速全开下2秒就打光了，是个典型的短跑选手。而 A10携带1174发30毫米贫铀穿甲弹，这哪里是短跑，分明是背着弹药库的马拉松拳王。而且 A10内挺 GE-58复仇者机炮可是把暴力美学优化到极致的存在。公开资料显示，GE-65机炮的后坐力高达45千牛，这个力量大到什么程度？它几乎相当于 A10单台发动机的全部推力，开火时甚至能让飞机微微减速。为了不让这巨大的力量把飞机震偏航，设计师把 A10直接变成了一个会飞的炮架子，它让机炮里正在射击的那根管子精确地位于机身的中轴线上，而不是炮管组的中心。这就导致了 A10的前起落架不得不往左边偏移，这才有了空军里著名的歪鼻子怪物。可能有人会质疑，30毫米的炮弹真的能打穿现代主战坦克几百毫米厚的正面装甲吗？这就是 A10的聪明之处，它从不硬碰硬，它利用优秀的低空性能，专门俯冲攻击坦克几十毫米的天灵盖，所以哪怕是全世界防护最严密的坦克，也无法在 A10的炮火下生存。这些顶装甲就像是一层薄铁皮，在 GE-58的火势面前一捅就破。再如今年的红海和波斯湾， A10更是成了无人机猎手和自爆小艇杀手，用几百万美金一枚的拦截弹去打几千块的无人机，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。而 A10只需要一个俯冲，用30毫米机炮拉出一道火镰，就能把这些低慢小的目标烧干净。另外 A10不仅是火力天花板，它的防御设计也是不折不扣的移动的堡垒。作为一款诞生于冷战巅峰的攻击机， A10的设计初衷就是要在高强度的欧陆战场活下来，所以 A10的飞行员在执行任务时，就像坐在一个重达1200磅的钛合金浴缸里，能硬扛23毫米高射炮的直射。这种防护力让 A10的飞行员成了战场上最有安全感的骑士。同时，为了降低被红外导弹锁定的概率，设计师还把2具奇异公司的 TF-34 G100发动机分得很开，特意把它们安在机身背部上方，利用水平尾翼遮挡热源信号。这种布局不仅能防红外锁定，还能防止在野战机场起降时吸入地面的砂石。除了火力和防御，我认为 A10最变态的设计应该是它的人工机械备份控制系统。现在的尖端战机全靠电脑和液压，一旦系统断电或液压油漏光，飞机就是一坨废铁。但 A10不同，如果它的2套主液压系统都被打烂，飞行员可以瞬间切换到纯手动挡模式。这就好比你的豪华轿车没电了，你还能靠钢索和滑轮用纯体力去拉动副翼和升降舵。这种原始但绝对可靠的机械连接，是任何电子化战机都无法想象的保命底牌。如俄罗斯的苏25，大家就能看出战机设计的专业高度。其不仅有1000多公斤的装甲防护，且速度更快，还具备挂载中程空空导弹的能力。但在冗余设计上， A10显然走得更远。它的机体结构能在损失1半机翼的情况下坚持飞行。2003年巴格达战场上，
坎贝尔上尉就上演了这种史诗级的生还奇迹。他的 A10 被防空火炮轰出了无数大洞，液压全废，机翼破损严重。他硬是靠着手动模式，在完全没有电脑辅助的情况下，咬牙飞行了1个多小时。这种打不死的韧性，才是 A10 能从波斯湾战争一直打到今天的原因。而且在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中，144架 A10 出击，面对伊拉克密集的防空网，仅损失4架。他们摧毁了900多辆坦克，2000多辆装甲车。这个交换比简直让五角大楼的分析师们跌破眼镜。相比之下，那些娇贵的需要高标准跑道的隐形机，在面对残酷的满是沙尘的战场时，真得叫 A10 一声大哥。只是 A10 毕竟是70年代的产物，它的电子肯定落伍了吧？如果您这么想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现在的 A10 早已完成了数字化大整容，它整合了最先进的蝎子头盔瞄准系统，飞行员看哪儿，传感器就锁定哪儿。现在的油猪不再是靠肉眼瞄准的铁疙瘩，它能引导各种激光制导炸弹和小牛导弹，而且通过战术数据链 ，A10C 还可以和无人机、地面部队甚至预警机共享战场信息。这也是为什么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愿意保它的核心原因。可以说，现在的 A10 就是一个成本极低、火力极猛的数字攻击平台。既然说到这儿，我们就来分享一个 A10 的封神时刻。要说 A10 的封神时刻，就不得不提马克思中校。据传他在 A10 上的飞行时数超过了6000小时，这个数据在全美空军也是屈指可数。而最经典的一幕发生在1991年2月25日，当时大批伊拉克装甲部队正南下突围，马克思和他的长机萨拉曼森奉命拦截。那一天的战场简直成了 A10 的自助餐。他们利用 A10 优秀的盘旋性能，在目标区反复进场，短短3场出击就打出了单日击毁23辆战车的恐怖战绩。这种战场绞肉机般的效率，直到今天依然是美军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最高标准。萨拉曼森上尉那句“没谁能比我们飞得更近，盘旋得更久”，至今还在军校流传。这就是 A10 的价值核心。它不追求高空的优雅，它只追求地平线上的毁灭。虽然美国空军的精英派一直嫌弃它跑得慢、隐身差，但现实是，大多数时候美军面对的是连雷达都没有的非对称武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让 F-35出动1次的维护费用，够 A10 在天上飞整整1个星期。而随着美伊对抗的持续， A10 正在老岗位上焕发第二春，成了封锁波斯湾的海上狙击手。它至少演绎到2030年的决策，不仅是对这款老兵的致敬，更是对实战需求的精准把控。只要战场上还需要有人去干那些舔地的脏活累活， A10 的传奇就不会终结。30毫米机炮的咆哮依然是地面守军最动听的音乐，也是装甲兵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聊到这儿。大家觉得2030年这头老油猪还会再次申请延寿吗？或者是哪款新武器才能真正接过这挺飞行机炮的接力棒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高见，大家一起交流，共同进步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